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和田，是一名居家医生，专门为临终病人提供上门服务。深夜的电话铃声将他从梦中惊醒，又一位病人的情况急转直下，他必须立刻出发。然而，这份救死扶伤的工作却正在将他自己的家庭推向崩溃的边缘。妻子无法忍受这种随时被打扰的生活，她蜷缩在床上，绝望地想着，或许自己走了才是一种解脱。和田无言以对，只能在深夜的洗手间里用冷水冲刷掉满身的疲惫。他以为自己的工作是在帮助别人，却没发现自己早已成了家庭的局外人。和田匆忙穿上衣服，驱车驶向病患的家。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，在不同的家庭和生离死别之间旋转。病床上的女子戴着呼吸面罩，生命的气息正在一点点流逝。和田握着她的手，感受着生命的脆弱。他熟练地进行着检查，摘下手套的瞬间，表情凝重。他双手合十，为逝去的生命默哀。最终，他抬起头，向悲痛的家属宣布了那个沉痛的消息：病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对于和田来说，这或许只是工作的一部分，但对于家属而言，却是整个世界的崩塌。处理完一切，和田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。他不知道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自己的家中酝酿。另一边，和田的妻子正在独自面对生活的困境。他翻阅着一本名为《平稳离世》的书，内心充满了矛盾与不安。就在这时，和田下班回到了家。妻子平静地告诉他，自己的治疗有了效果，肿瘤变小了。可当和田关心费用问题时，妻子却只是淡淡地说勉强撑得过去。紧接着，他抛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其实他的状况已经转移到了08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让和田瞬间愣在原地。他走进岳父的房间，看着床上沉睡的老人，床头柜上摆放着他年轻时和岳父一起打篮球的照片，往日的欢声笑语仿佛就在昨天。家庭的压力，妻子的隐瞒，让和田感到前所未有的窒息。夫妻间的争吵终于爆发了。妻子质问他，是不是因为工作太忙，忽略了家庭，忽略了他的感受。他不满和田当初没有商量就转行做了居家医生，放弃了在医院晋升的机会。他歇斯底里地控诉着，自己快要被这些荒唐的想法逼疯了。和田沉默不语，他无法辩驳，因为妻子说的都是事实。他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却忘了回头看看那个一直在背后支持他的人。就在这时，窗外传来一声闷响，打断了他们的争吵。原来是岳父在院子里打篮球时突然摔倒在地。妻子冲出家门，看到倒在地上的父亲，瞬间慌了神。他焦急地呼喊着，试图扶起父亲，却发现他已经无法站立。他赶紧给医院打电话，得到的答复却是冷冰冰的拒绝。因为岳父之前选择了不接受手术治疗，医院无法为他提供標準的救治流程。どうした？パパ、ちょっと起きれる？パパ、大丈夫？どうした？电话那头建议他们呼叫急救车，但妻子知道，对于父亲这样的情况，时间就是生命。他挂断电话，翻箱倒柜地寻找着转介单，可医院再次以没有转介单为由拒绝了他们。绝望之中，妻子只能用自己的小手段，谎称父亲是在医院附近突然倒地，才勉强将父亲送进了急诊室。经过一番抢救，父亲的状况暂时稳定下来，但医生建议住院观察。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和父亲痛苦的表情，妻子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她要让父亲接受居家医疗，在家里走完最后一程。她亲自照料着父亲的饮食起居，为他擦拭身体，喂他吃最喜欢的冰淇淋，希望能让他在最后的时光里感受到一丝温暖和慰藉。然而，病痛的折磨远超想象，父亲开始胡言乱语，甚至拒绝吃药，嘴里不停念叨着还没。